Hello，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咱们这节流瑜伽的深层核心的技巧分享课程啊。今天是流瑜伽进阶计划的第3天，所以我们今天是一节讲解课。但是这节讲解课会有一些呼吸的练习，也有一些内核心的练习技巧，所以你可以听着理论，再听一些内核心的练习技巧，跟我一起找找感觉，找到盆底肌啊、膈肌啊，还有你的喉咙的一些深层肌肉的练习。咱们是做一个流瑜伽进阶的高体的提升的课程，在流瑜伽里面，相对来说，咱们整个是一个流动的状态，然后你一直在通过呼吸不同的流动，所以如果当你的核心没有收紧的时候，呼吸不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晃来晃去的。所以呢，今天特意给大家安排了流瑜伽内核心的练习技巧，并且明天我们就要真正的开始去练核心了。所以今天大家好好听啊，有助于你明天练核心，而且你听完之后，你会发现昨天的课程和前天臀腿的课程，你在回放的时候是会更有感觉。因为我发现大家好像不是很了解什么是流瑜伽，流瑜伽是一个单独的流派。给大家讲一个流瑜伽的文化，快速讲解一下。大家可以看这个小白板的位置，瑜伽是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对吧？它是一个哲学体系，就有点像咱们中国的道家和佛家的这种哲学体系。所以呢，它不单单是一个运动，它最早有一些哲学的书籍。所以呢，这个书籍的名字我就不给大家写了，你就可以理解成叫瑜伽合集，因为最早它是没有一个书籍的，它就是一个瑜伽合集。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呼吸的练习，有很多功法，然后也有很多体式的技巧。所以呢，它在这里边，这本合集被发扬光大以后，分出了2个流派，阿汤这个流派，然后还有一个流派，大家有听说过艾扬格吗？艾扬格这个流派。所以现在咱们市面上你去线下课啊，看到的所有的瑜伽流派都是这2个流派分支出来的。艾扬格是一个极度正位的流派，非常专业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对，这张图可以大概简单你们了解一下。艾扬格呢是一个极静的流派，就是它在一个正位上，一个动作可能要摆个5分钟、10分钟。它为什么要这样去摆呢？就是因为艾扬格是在所有的瑜伽流派中最在乎你身体正位的。就比如说你一个动作，它会有一些强绳，也会有一些大家之前所有看到的，你在瑜伽馆里边看到的这种有伸展带的瑜伽课程，有椅子、抱枕、毛毯。砖块，就是咱们用到的所有的辅具都是这个流派的。这个流派为什么会有一些这么多辅具呢？就是因为它需要把你的身体通过辅具去调成一个极度正位的位置上，因为当你的人没有办法摆那么正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辅具的。对，但是艾扬格会有一个特点，他不会说呼吸，他就说身体正位。所以你看到所有咱们现在的孕产瑜伽、理疗瑜伽等各个跟你身体骨骼肌肉层面有关的，全是这个流派。所以这个流派对你调整一些肩颈、腰背、臀腿的各种关节的正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流派。但是它一个动作可能大概是这样的啊，简单做一个战士2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战2，双手打开。就举一个例子，可能腿向外打开，当然我这开的不够啊，大概大于1条腿长。然后双手打开，肩膀沉，膝盖外旋，骨盆向前转。它甚至一个膝盖有4个点，第一个点对准你第2根脚趾，第2个点对准你哪儿。所以当你身体摆到完全正位的时候，可能5分钟、10分钟就过去了，你就没有流动，就是身体正位。所以艾扬格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跟理疗有关的一个正位，它是一个非常就是特别特别好对身体有一些亚健康呀或者疾病去做的一个流派。还有一个流派就是咱们流瑜伽传过来的，就是阿汤这个流派啊。阿汤这个流派是相对于艾扬格的一个反义词，它是一个极动的流派，就是你会发现它一直在流动，一直在流动，一直在流动，而且阿汤里面有非常多高难度体式，就是因为呢这个流派啊，它讲的不是说正位，它讲的是呼吸，它是一个呼吸带一个动作。就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战士2，举一个例子，战士2这个动作呢，打开之后，咱们艾扬格里面所有的正位会说膝盖怎么摆，骨盆怎么放，肩膀怎么摆，肋骨怎么收这样的状态。但是在阿汤这个里边不会跟你说这个正位，就说吸气手臂向上，吐气向下沉。这个时候一个吸气吸完，你的手就上去了，
一个吸气呼完，你的手就落下来了。所以它需要你在你的身体里边非常正位的一个前提下去做的一个流动。所以并不是说我不在乎正位，而是说你知道了很多正位的细节以后，再去用你的呼吸带体式，好吗？所以我之前有些同学会说不知道呼吸跟体式的配合，你就去练这种阿汤。但是阿汤有一个，很多不是很适合现代人练的，有一个点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阿汤，这是最简单的序列。阿汤的序列有6个序列，这是初级，它分初级、中级、高级。初级的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就已经非常难了，而且它的体式不能变化。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接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要接第三个动作，它不能变。所以说，流瑜伽是从这个里边产生出来的，是因为这个阿汤这个非常古老的瑜伽流派传到美国、传到西方以后，西方人很喜欢变化，对不对？来回变，然后很喜欢一些力量的练习，所以他把很多流瑜伽的所以他们发展出来了一个叫咱们练的流瑜伽的这个流派，是从阿汤里边出来，就是因为他把里面很多拉伸的这种俯卧的动作抛掉了一些，然后随意去组合，随意去组合到各种的体式的变化。所以咱们流瑜伽就是从阿汤这个流派出来的。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流瑜伽里面，大家有听说过维尼亚萨这个词儿吗？就比如说咱们去线下课或者上一些线上课，老师说好，接下来我们来接一个维尼亚萨，大家有听说过这个词吗？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串联，就是呢，它就是体式跟体式之间有这么一个串联。维尼亚萨它会有它的英文名就是 VIN， 它的意思啊，原本的意思就是变化，然后它的后缀词根是 VI 嘛，后面的意思呢就是流动的意思。所以说在维尼亚萨它就是一个流动的串联，它预示着什么呢？为什么要有这个流动？就是因为它是觉得世间万物都是流动变化的。就比如说咱们现在人是站在这儿，看似是静止的，但是你的血液在流动，对吧？你的五脏六腑在运作，即便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看似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但其实你是一个运动的状态。包括这支笔，你看似它是一个静态的，但是其实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它是振动的，有一些磁场。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上学的时候会学一些振动磁场的东西。所以说，任何万事万物它是一个运动的。当运动达到了一个平衡，流动达到了一个平衡，才变成静止。所以呢，维尼亚萨就是掌握了这个世间那个万物的流动的状态之后，然后弄了出来这么一个语言，这么一个串联。然后这个串联好处就是让我们去做一些体式的时候，一直在流动，一直在流动。所以接下来会给大家讲一个维尼亚萨的一些要点啊，就是咱们现在学流瑜伽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流瑜伽保留了阿汤里边维尼亚萨的一些流动串联，比如说我给大家上课的一些小波浪的流动，比如说我们从一些站立体式到一些垫面的动作的时候，然后再到一些仰卧的时候，不会像哈他或者说像阿扬格一样，我就好，那我现在收回来，我再摆，我再躺，对吧？但是这个它通过了小波浪、大波浪或者一些四柱、上犬、下犬的练习，把你整个课程弄得非常的流畅。这样的好处啊，第一个是体式衔接，你感觉行如流水一样的流畅；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能够让你加速燃脂。咱们的燃脂流瑜伽的目的就是这个。之所以有这个维尼亚萨的好处，就是你们在减脂的时候，身体不会凉下来。就是当你们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你们可能特别怕身体凉下来，就没有燃脂的效果了，然后心率就降下来。但是有了这些串联呢，即便是在一些拉伸动作，比如说我说吸气，然后呼气，吸气呼气，然后做一些前屈的动作，你们其实也是在保持身体的热度，并没有说停止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好处，就是对你们的呼吸特别好，因为只有维尼亚萨这些或者流瑜伽这里的呼吸，才能够让你们吸气的时候是用气息带着体式。如果你有些心肺不好的话，多练一些这个流瑜伽，它是通过一个呼吸带着一个动作，一个呼吸带着一个动作，让你们把你的呼吸加长。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可能这样给你们画一个图，你们可能理解。你看这个是一个点，比如说这是一个站立前屈。这是一个下犬，这是一个平板，然后这个是一个仰卧的动作，然后这个又是一个站立。咱们的这个各种点，你给它穿起来，
穿起来就是咱们练的这个流瑜伽，用什么穿呢？就是用呼吸给它穿起来。就是我吸气的时候一起，这个动作就做完了，然后呼气的时候就换动作了，就不是说像在艾扬格里面或者像在哈他里边，他在那儿来回摆动作，他那个是强调身体正位和肌肉。流瑜伽和阿汤强调的是呼吸带着动作走。对，你就会不觉得累，是因为你的呼吸很好，你的体式就不会那么累，就不会说用你的肌肉带着你的体式走，是用你的呼吸带着你的体式走，这个就很重要啊。这两个流派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流瑜伽除了有一个韦尼亚萨的这个原则，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在流瑜伽里面，它的主要目的啊，是激活你的3把锁。这个3把锁就是咱们今天要主要讲的深层核心的3个部位。这3个部位，第一个就是根锁的位置。根锁的位置其实就是前2天我带着大家上课去讲的那个盆底肌的位置，但其实它不是盆底肌，大概是这张图。其实根锁大概在我们会阴这个位置啊，我给大家找了2张男女不一样的图。然后呢，这个盆底肌这个位置，其实根锁的目的呢，它就是让你的盆底肌往上收。为什么提盆底肌？因为你要从一个肌肉层面讲的话，它就是盆底肌；你要是从一个气息练气的感觉，它就叫根锁。就是在流瑜伽的这个语境里边，跟解剖里边其实它叫的词不一样。然后呢，还有一个腹锁，腹锁呢就是大概我们丹田这个位置，肚脐下方一点。咱们中国会说丹田，就是道家会说丹田，但是在瑜伽里面就说腹锁。从瑜伽解剖学来说呢，它就是我们整个身体中段的核心。核心比如说包括前面的肌肉、后面的肌肉、侧面的肌肉，一会儿会详细给大家讲，并且带着大家练一下。所以你先大概有一个了解就好，它是所有腹部中段深层的肌群。所以待会上课的时候我会说，大家把肋骨收一收。对，收一收肋骨，就是因为你肋骨收进去，你的肋骨里面的膈肌就参与了。你膈肌参与了，你的腹部中段很多肌肉群就参与到了。还有最后呢，瑜伽里面还有一个喉锁，最后也会给大家讲，就是在喉咙这个位置，其实它是在你的锁骨窝里面，它有里面很多喉部的深层肌肉群的参与。所以我们练流瑜伽要练的这3个地方和咱们后面要讲的深层核心是对应的，所以咱们讲核心的时候，我会连着跟这个根锁、腹锁和喉锁一起去讲。咱们在流瑜伽连贯的一个练习中，你就能够理解了。来，先讲第一个根锁的位置，就是盆底肌。今天有人会问我，盆底肌长什么样子啊？这是咱们的骨盆，盆底肌就像一个降落伞，像一个托一样，它会因为我们的骨骼长这样。中间是有一个中段是有一个洞的，就是它没有任何的骨头支撑，但是它怎么去保护你的5脏6腑呢？就是通过这些肌肉。这些肌肉男女会有一点点区别，男生也有盆底肌啊，男生的盆底肌可能比女生的盆底肌会稍微好，就女生会更容易松弛一点，因为你看女生还多了一些子宫啊、卵巢啊的一些咱们妇科这个位置的脏器。所以呢，女生的盆底肌在包括有一些生产过程中会有一些松弛的情况。所以呢，盆底肌这个位置，这个图你们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点。这是从底端，你这么去看，骨头是这样子的状态，这是咱们的骨盆。下面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肌肉托着这个骨盆。盆底肌是分3层的，这个是给大家讲一点理疗的知识。盆底肌有3层，最浅层、中层和深层。浅层呢，基本上是跟我们的性生活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的浅层松弛的话，因为浅层它有一块肌肉，对男女都是有一些刺激的，所以如果男生的话，盆底肌浅层松弛，你这个它是有一个给你的生殖器去泵血的这么一个肌肉，它在浅层里面。所以当你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你的浅层是说明有点松弛，需要去练习了。中层呢，就跟我们的一些泌尿系统有关，比如说有一些人出现了一些漏尿呀，或者出现了一些到了一定年龄，或者说生产过后有一些大小便失禁的情况，都是跟我们中层这个排泄区域出现了问题。最重要的是深层，因为深层你看我们的骨盆在这个位置，
这块儿是一大片的肌肉，如果当你深层松弛以后，你的腹部脏器就会慢慢往下掉，掉久了，你的小肚子就会越来越突出，然后你的人就整个是气是往下泄掉的，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练盆底肌是因为它的浅层、中层和深层都需要练到。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盆底肌松弛？你看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会觉得是因为我不运动，所以我盆底肌松弛，我不用它，但其实不是。如果盆底肌松弛了的话，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比如说你的盆底肌得到了一些炎症和感染，比如说有些妇科的问题、尿道的问题、阴道的问题，是这些炎症导致你的盆底肌松弛。所以就是说这块肌肉它发炎了，发炎之后它就没有力量了，比如它受伤了，受伤之后它就不会有那么有力的去托起你的腹部内脏，大概能理解吧？所以很多女生会有一些妇科的问题，妇科的问题一定要及时救、及时治。尤其是小问题的炎症也要给它治好，不然你的盆底肌会不容易得到锻炼，会容易比较松弛一点。然后像男孩子如果做了一些前列腺的手术，然后也没有做了一些手术恢复，只要你的妇科这个位置或者男性生殖腺这个位置做了一些手术，就会导致你这块肌肉松弛，就跟你的大腿股直肌松弛一样，它并不是说因为你练不练松弛，一旦有病痛它就会松弛。还有一个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人越来越衰老，你的肌肉越来越松弛，所以我们需要去练它的。第一个是有炎症的，先去治炎症，治完炎症我们再去给它做一个强化。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盆底肌的一些练习技巧。其实盆底肌它属于在一些线下的孕产的课程里边才会教到这种盆底肌的私教，因为它比较私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肌肉在里面，你很难找感觉，而且有的人是需要用一些手去辅助的，就会有点尴尬。有的人比较敏感，他不愿意去做。而且咱们线上教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就是我说了一些感觉，我也碰不到你，然后呢，你也不知道我做的长什么样子，就是它不太好像咱们身体这样去演示，所以它线上没有那么好教。但是我会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辅具的方法。是肌肉就需要先松解再练习，比如说咱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经常说收盆底，你们也需要松一松。盆底肌怎么松啊？怎么松解？就像泡沫轴一样，就是拿筋膜球和瑜伽球。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如果家里有这种瑜伽球的，这个图就是孕产的一个私教图。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这个瑜伽球，如果你们有的话，然后放在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坐在这上面，对吧？然后你坐在这上面，你先往前坐，这样的话你就左右去晃一晃，对，很舒服的，你去晃一晃，这个就是在松解你的盆底肌。你往前坐的话，就是你晃的时候，你会感觉肛门那个位置会更有感觉。然后你往后一点的话，这样的话会盆底肌偏前侧，对吧？就是会更有感觉。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盆底肌的松解的一个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瑜伽球，这个会有点痛啊，但这个更有效果。你就把它放在你的骨盆下面，然后呢去做一些点阵性的按摩，这个一般都是在瑜伽私教里面才会讲。然后呢，这个球也可以用到脚足底，就很多地方，就只要是这种小肌肉群都可以用它。所以呢，一般在一些瑜伽私教里面，给他上课之前会先拿这个小球给他做一些按摩。这是我们先做一些松解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要做一些呼吸的练习。呼吸练习对于新同学来说，或者对于盆底肌已经有点松弛的人来说比较难找感觉。你也可以坐在这个球上，去找到收盆底的感觉。你就坐在这个位置，当你身体的时候做一个放松的状态，然后吸气的时候是腹部扩张，肚子变大；吐气的时候啊，你用你的盆底肌往上拎。然后有一种要加果冻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球它很软，就感觉要吸果冻往上走的感觉。这样的话就证明你的盆底肌在做一个盆底肌的呼吸练习，就是第一个，它就可以锻炼到我们的盆底肌的力量。你没有球，你也可以坐着，坐在你的椅子上，坐在你的瑜伽垫上，然后你吸气的时候腹部放松，吐气的时候盆底肌向上提，你就会发现你的小肚子就收进去了。这是一个静止的盆底肌练习的方式啊，就是非常有用，就类似于咱们的腹式呼吸，男生也这么练，一样的，不分男女啊，因为男女都是这层肌肉，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静止的技巧，因为你在动态的练习中，你可能不好找感觉，你可能你关注的是你的股四头肌，你关注的是你的手臂，是臀腿，这种非常细微的小肌肉群，你就很难关注到。所以在咱们前2天的臀腿流动的课程，对吧？臀腿塑形的课程一直提盆底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就是，如果你实在不好找感觉，你就双腿中间加块砖，这个也能练到你的盆底肌松弛的人啊。简单给你们演示一下，拿一块砖，然后你就坐在这个瑜伽垫上，对，坐下来，然后把这个砖呢放在你的双腿中间，仰卧，你就躺下来。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你就躺下来以后，因为我们的盆底肌是连着我们的大腿根儿的位置，就是大腿内收肌的位置。当你的盆底肌无力，你的大腿内侧就是无力的。所以当你躺下来以后呢，你就当我躺下来了，我这样给大家支撑。躺下来以后，然后你吸气，腹部放松；吐气的时候，你的双腿往中间加砖，同时踢盆底，就是吸气放松，吐气双腿往中间加砖，然后让你的盆底肌往上提。提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的小肚子摸上去是硬的，才证明提起来了。吸气，腹部放松扩张。吐气，双腿往中间使劲加砖，然后收腹，戳一戳，它是不是硬的状态？这样证明你的盆底肌就提上来了，并且盆底肌连着我们大腿内收肌，以及连着我们下腹这个小肉肉这个位置。所以当你的盆底肌得到锻炼之后，你的大腿根儿啊，你的小肚子也会瘦一点。大家能理解吗？所以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我本来今天就给大家拿一张，就是之前在咱们放过的一个普拉提环，臀桥。对，如果你做体式做臀桥也可以这么做 ，OK 的。之前给大家准备过一个普拉提的环，就是一个大圆圈，大家有见过吗？就双腿往中间去加普拉提这个圈，也能够让你大腿内往进收，同时收盆底，大腿肌肉会更有感觉。对，你可以把砖就把那个普拉提圈代替成这个砖，因为那个普拉提圈更有力量。这一般是在普拉提啊和瑜伽私教会教这个，好吗？你们可以自己在家试一试。所以这是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如何在静态中去练习盆底肌的方式。但其实瑜伽课程我们会边运动边练，后面我会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腹锁的位置，就是腹部深层的肌群。这个讲到了一个，因为盆底肌是深层肌肉，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深层核心的最底端，它像一个盆一样托着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身体再往上走，对吧？往身体中段走，外核心就是你能看到的这些啊，马甲线呀，对吧？腹直肌呀，然后臀大肌呀，腰背后边的这些肌肉全都是深层外核心。内核心啊，接下来给大家讲内核心，它是腹横肌、多裂肌的位置，甚至还到我们的横膈膜。刚才有人同学问，哎，膈肌是什么地方？它是我们的内核心，等于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桶状。只有一个腰椎在这儿支撑，上边有膈肌，下边有盆底肌，前边有腹横肌，后面有多裂肌，它是一个圈，包裹住我们的核心。所以我们要一起练，你的肚子才能瘦，还有就是你的腹部脏器才安全。所以接下来呢，怎么练呢？第一个就是啊，这个图更明显，你看啊，最深层是腹横肌，对吧？然后再往外。腹内斜肌，再往外腹外斜肌，再往外腹直肌。腹直肌就是我们日常想练的那个马甲线，但其实它就是好看。然后体脂低，每个人都有，其实你只要少吃一点，然后再练一练卷腹就出来了。我跟你说，但是里边的核心是非常难练的。所以具体怎么练呢？第一个腹横肌就是这一块，最深层最深层的肌肉。一般练这个呢，它就像我们身体穿那个束腰，对吧？就是那个束腰，女孩子都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曾经买过那个智商税的东西啊，它其实没有什么用，它不太好。然后呢，绑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让你的身体肌肉看上去很紧致的状态。什么动作能练到它？就是各种支撑类的动作，平板支撑啊，肘板呀，包括我们的下犬式啊，包括我们的侧板呀。都能够练到腹横肌，这是腹横肌的锻炼方式。你们在训练课肯定会经常知道这个平板支撑练习，咱们也会经常练到，对不对？然后腹横肌呢，
是那样子的。这个呢是腹内斜啊，这个不是腹横肌，我写错了啊，这个叫腹内斜肌和腹外斜肌。它呢就是腹横肌是里边的束腰，它们俩就是那个腰带，给它弄过来的这个腰带。所以在咱们瑜伽体式练腹外斜肌、腹内斜肌特别好的动作就是各种扭转类的，而且是比较深层的扭转，非常非常深层的扭转才能够去练到这种非常深层的核心。所以只要我们明天会带着大家做一些扭转的动作，只要练到扭转，都是在练这两块肌肉，而且这两块肌肉非常的大片，能够让你的腰变细的，最重要的就是练这两块肌肉，就是变窄，不会说我练腰越练越粗。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后背这个位置，很多人会忽略这个地方。最深层叫多裂肌，多裂肌上边的那个表层叫竖脊肌。什么动作能练到它们？它们是在你后背、后腰脊柱的深处，里面长得非常非常多的小肌肉群。比如说咱们的蝗虫式，任何后弯的动作啊，蛇式，只要你是后弯动作，腰背部肌肉挤压的动作，都是练你的脊柱后侧。对，小燕飞，你去医院的时候，你去医院说啊我腰疼，然后那大夫会教你一些什么小燕飞的动作，对吧？其实就是咱们瑜伽里边的各种轻度的后弯动作，练你的腰背这个动作。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所有的腹部的动作啊，你看练蝗虫、练蛇式的时候，练轮式的时候，或者手抓脚去练弓式这样的这种后弯动作的时候，你的后腰背都在得到挤压、收缩，腹部前侧是不是都在做一个拉长？所以当你练后背后弯的时候，是你后侧的肌肉在收缩、在收紧，前侧肌肉在拉长。当你练扭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内斜肌、腹外斜肌在收缩，但是你的竖脊肌在拉长、在扭转。所以为什么扭转能让你的腰很舒服、很放松？就是因为在拉伸你的竖脊肌和多裂肌的位置。大概这个非常好理解，对不对？后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深层核心的一个解剖图。后边是多裂肌，下面是盆底肌，前边是腹横肌，对吧？最上面是膈肌的位置，膈肌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啊。接下来给大家着重强调一下这个位置，膈肌就长这个样子。大家有见过这个图吗？就是我们肋骨里面的肌肉。我一会儿教大家一个技巧，大家可以跟练的就是这个位置啊，就是咱们肋骨长在这样，它这膈肌像一个降落伞一样。长在你肋骨的位置，膈肌也叫生命肌，就是当我们小时候出生，医生拍你屁股一下那样的，让你哭出来，就是让你的膈肌开始呼吸。开始呼吸以后，所以当人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膈肌就不动了，所以膈肌叫生命肌。对，腹式呼吸能够帮助你去练到它，但是我还会教大家一个更好的去练它的方式啊。所以当你的膈肌，其实膈肌就是管你呼吸用的。你看，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肋骨这个位置，吸气的时候肋骨扩张，呼气肋骨向内。但是注意有一个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呼吸不是说手放前边，你的肋骨后面也有膈肌，就是你的后背这个位置。所以你的呼吸的时候，你的肋骨是四面八方扩张的。经常在一些瑜伽课程说，老师会跟你们说，找到用你后背去呼吸的感觉，就是你的膈肌身体后段去发力，打开收缩，打开收缩。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经常用你的前侧去呼吸，时间久了你就肋骨外翻了，就往外翻出去了，它又收不回来。你不太会用你后边呼吸，所以我们在后弯的体式中，你就要找到肋骨后侧去练习。对，找不到，对吧？找不到，一会儿带大家去找一下。所以如果你在后弯中，比如说啊，我站立做一个蛇式，你看你去做一个蛇，你做一个蛇式，它是一个后弯动作，你再用肋骨前侧呼吸，你的肋骨就顶出去了。所以你吸气的时候要吸到你的后背，收着你前侧的肋骨向上拎高，包括俯卧弓式的时候，一呼吸啊，肚子卡住了。但是你要靠你后背的肌肉去练，你找不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后背的肌肉很少练到。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阻断了一些当你的嘴巴里面、鼻腔里面进来的一些细菌，正好就用它这个肌肉给你阻断了，它不会进入到你腹部的一些内脏里面。
就是它会阻断一部分细菌啊，也不能说全部细菌都阻断。对，如果你膈肌无力，会有很大的一个危害，就是有的人呼吸急促、呼吸浅，甚至很重要的有一点是咱们的膈肌上面就是心肺功能，对吧？如果你呼吸就呼吸到这儿，没有呼吸到你的腹部和膈肌扩张这个感觉的话，你的肺部底下的那些肺泡是没有办法激活的。就有一些得一些心肺疾病的同学，有一些心肺的，甚至是肺癌的人啊，它的下面都是黑色的，它上面是肺泡是被激活的，因为你下面老不用它，你呼吸呼不到这个位置，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训练。所以如果你的肋骨膈肌无力，就会产生你肋骨外翻的问题。唱歌也很好练呼吸，就是唱歌的人都要练这个膈肌，不然他气息不够。所以呢，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膈肌无力，你们的腰、你们的肩就会代偿。就比如你呼吸的时候，膈肌没有力量，然后你就一吸，耸肩，呼气，时间长了，你老用你的斜角肌这个位置去代偿，时间久了，你的呼吸就一直卡在这个位置，然后你的脖子会越来越酸，你呼吸就很浅，一直在肩这个位置。所以当你呼吸老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的肩颈这个位置会特别痛，会一直在代偿。还有就是有的人肩颈不代偿，但是腰代偿，就是因为膈肌无力，然后呼吸吸气的时候是提肩的，对吧？呼气的时候它沉不下去，它沉不下去就顶在你这个腰这儿了，所以你的腰就会有压力。这就是膈肌非常重要的位置，重要的地方啊。接下来膈肌给大家分享一个练习技巧，第一个是腹式呼吸，膈肌是上下在动的。所以为什么说腹式呼吸能练到膈肌，就是因为它膈肌上下动，它就有一个弹性的收缩。胸式呼吸是咱们流瑜伽里边最重要的呼吸，给大家讲一下胸式呼吸，大家可能不太会，就是把你的手呢放在肋骨这个位置，就是你可以放在肋骨这个位置，但是你的大拇指尽量放在你后背这个位置，因为你的肋骨后侧也是你的膈肌，不单单是前侧。然后你吸气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感觉，吸气肋骨推手。第一节课给大家讲过，对吧？呼气的时候，肋骨往中间收，收不进去的时候，手去推肋骨往进收。然后吸气就吸到肋骨，肋骨扩张，推手，呼气往下沉。对，能感觉肋骨呼吸呼这个感觉吗？所以为什么胸式呼吸在流瑜伽里面要用到它的原因，是因为咱们的小腹这个位置其实一直是上提的，就是你的核心小肚子盆底肌的位置是上提的，所以你的呼吸不要呼到肚子里这儿，不然你的肚子这个位置一松掉，你在流动中你的盆底肌就松懈了。还有一个就收腹收束法也能够练到，这是我今天着重想给大家带练的一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但是练收腹收束法有一个前提，大家去看一下禁忌。第一个是空腹，如果你现在没有空腹就不要跟练。第二个是你生理期、备孕、孕期都不要练。第三个是如果你腹部做了一个手术啊，半年之内做个手术也不要练。还有一个就是你有血压高、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也不要练，好吗？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可以简单跟着代练一下。这个好处就是增加你膈肌的弹性，然后帮助你消化，你练完你的心率会提高。还有就是防止你的内脏下垂。刚才有一些内脏下垂问我怎么办，就是这个方式啊，这个只有在瑜伽里有，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对，我来到瑜伽垫这个位置，你们可以站起来，如果没有生理期的人，侧面对着我。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在瑜伽教培课里边才会讲的。饭后最起码就是消化完吧，就是两三个小时以后，最好是空腹。这个练习方法，你要是双腿先分开，跟瑜伽垫儿差不多一样宽，然后类似于做一个换椅的动作，手撑在你的膝盖，膝盖不要往前冲，往后，然后深吸一口气，吐气吐干净，把你腹部里的气息全吐掉，然后憋住气，把膈肌向上拎，同时把下巴收回去。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就是我一演示你们就懂了，就是我做一个深吸气。吐气，把你的废气吐干净，然后肚子往下沉，吐干净以后，然后把你的膈肌向上拎高。
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去。你这样的时候，我是不能说话的啊，因为我提着膈肌，我再给大家演示第二次，就是你膈肌向上提的时候，你的腹部脏器就都被提上来了，所以你是不能说话的。然后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要憋不住了，然后慢慢的放松，不然你的脏器歘一下提上来，啪一下掉下去了，好吗？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就是你先做一个屈膝的状态，深吸气，下巴也要收回来，吐气往下。吐干净。当你觉得有点憋不住了，然后慢慢的吸一口气，让你的腹部回来。这个就是让你的膈肌上下做弹动。这个你们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练是最好的，生理期就不要练，或者生理期前1、2天也不要练。对，我现在有点喘，因为练这个啊有点累的，你的心率会起来的，所以练完了之后会需要你挺尸式休息，就是你吐干净，蹲下去。你如果觉得一口气吐不干净，你就多吐几口，吐到你觉得吐尽的时候，然后收着你的盆底，然后当你觉得快憋不住的时候，慢慢的呼出来。对，这是提膈气，对，要憋气，所以心脏病不要练，因为你憋气了，对你的心脏有压力，好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练膈肌的，而且教大家一个技巧，如果你找不到腹部向上提，有的人是提不起来的，什么人提不起来？腹部脏器下垂过多，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腹直肌特别硬，有的人马甲线特别明显的时候，他的腹部脏器是提不上来的，因为他的肌肉太硬了。所以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技巧，明天我会带大家练，今天你们就看一下，我明天就不着重去讲了。来，在下犬式里面，你在这个下犬式里面，平时都做过下犬，对吧？当你下犬的时候，你的屁股是朝天空的，所以你的脏器呢就已经从你的臀部有点往你的头这个位置走了，对吧？然后你在这个时候收着下巴，深吸气，吐气，再提。然后你觉得累了时候再休息。你在这个下肢倒置位更好找到膈肌往上拎高这个感觉。就你，所以新手呢，尽量先在下犬式练，老手可以像我直接在那儿练。对，因为你憋气的话，脸就会红。就是其实你要做多了的话，你就站着也能练，站着你的膈肌也可以提起来了。就是吐一口气，吸气，就是这个感觉。这样的话，有的人他有马甲线，但是他膈肌弹性不好，就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你们要多练这个动作特别好啊，尤其是腹部内脏下垂，就在下犬式里做这个动作。在下犬式里去做这个动作，你的脏器会被你的这个膈肌提起来，提起来以后，你再慢慢的放下去。时间久了，你这个脏器是有肌肉的，是有弹性的，慢慢的，它就会被你的膈肌带上来了。对，很明显是因为这个位置啊，因为我经常练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练完，咱们再做倒立或者做一些核心的练习，你的核心收缩感会特别明显，你就腹部会特别容易使上力量。啊，最后讲到一个喉锁的位置，咱们的瑜伽里面有根锁、有腹锁，还有一个喉锁。喉锁的位置就是你喉咙深层的一个肌肉。为什么要讲这个啊？是因为我们在做流瑜伽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一些腹部核心的时候，包括我刚刚做那个收腹收束法，当我这样蹲下来，如果我的脖子这个位置，探颈的同学啊往出伸的话，我的喉锁是没有收住的，你要收回来，这样的话你核心才收得住，不然你老是这样的状态，做任何腹部的动作，你的腹部都是无力的。所以喉锁在瑜伽里面就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需要你的喉咙把你的气息给封住，喉锁的肌肉也会得到一个锻炼。具体怎么练呢？喉呼吸，喉呼吸也叫5+1呼吸。它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呼吸的时候，如果你手放在锁骨窝这儿，然后呢，吸气的时候和呼气的时候，喉咙是发摩擦音的。就是你如果找不到，你就握一个拳，用你的下巴卡在手这个位置。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不探颈了，对你卡在这个位置，然后吸气，
看能收进去阴吗？来，吸气，呼气，然后吸气，呼。如果你的喉咙无力的话，你是发不出来声音的。这个喉呼吸的好处啊，第一个肯定就是你的喉咙有很多多余的一些粘液杂质会被排掉，还有一个就是对你的喉咙健康很好。如果你就是有咽炎的话，可以多做这个喉呼吸。还有最重要的是，它也能够改善你的探颈的情况。然后这个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在流瑜伽里面去练喉呼吸？因为喉呼吸最主要的是啊，它是通过喉咙发出摩擦音，让你去感受生命能量的。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当一个人你觉得他想测试一下还有没有气息，拿手放在鼻子这儿，还有气儿，就这人还活着，对吧？就是你是通过这个气息去判定这个人还有没有气的。但是喉呼吸呢，是通过声音去辨别你的这个气息的均匀和稳定的。所以，当我们这个喉咙的肌肉多得到一个5+1呼吸的练习，你在练流瑜伽特别累的时候，你就喉呼吸，你的这个气息就控制住了，你就稳了，不然你就你就喘死了。你就练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岔气了，这人要走了。有的时候那些动作就是通过这个喉呼吸去控制住你的这个喉咙的位置，把你的气息收到你的腹部里面，然后你的这个气就不会说那么的累。就比如说我给你们做倒立的时候，或者我给你们做后弯的时候，我会很喘，但是我会通过喉呼吸让我的气息变平稳。你特别累的时候，我会说来喉呼吸，就是为了让你控制你的呼吸，不要喘了，因为很多动作就很累，对吧？所以呢，给大家最后总结一下啊，做蛇式都干呕，因为你做蛇式的时候你是这样啊，抬着头，你的喉咙没有收住。就是很多做蛇式是你要下巴往回推，让胸往上走，同时头往上拔，你的这个位置是收住的，然后吸气，不是这样的。这样你看我说话多费劲，明白吗？所以你们做任何后弯的时候，你的下巴是要收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骆驼式的时候，不要让你这个头啊仰下去，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了。当你的喉呼吸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肚子就收不住了，然后你就腰痛了。好吗？这个喉呼吸就很重要，而且喉呼吸在你失眠的时候也可以用，你就自己听着你自己的声音，它是一种冥想的方式，好吗？然后最后啊，给大家总结一下，流瑜伽里的3把锁就是你的根锁、盆底肌，然后腹锁、我们的腹腔所有的内脏，然后后面还有喉锁，这3个力量我给大家画一张图，你们就懂了。这3个力量的发力点啊是这样的状态。最后啊，给大家画一个小人图，比如说这是你的头，这是你的小辫儿，这是一个人的头啊，然后这是一个人的脊柱，这是一个人的骨盆，这样的状态，对吧？然后我们的根锁、盆底肌大概根锁在这个位置，其实它是你在尾椎的这个底端，大概是收会阴、收肛门的时候，你的会阴跟肛门一起往上提，不是单单往上提的。它的发力是往上提的一个箭头，然后中间的腹锁是在这个位置，就是你整个腹部脏器所有的肌肉，它都是往内收，它是四面八方往内收，收进来以后也是力线往上提的，最后就是靠你的喉咙这把锁给你锁住，这个力是往下沉的。所以在咱们瑜伽里面或者在理疗里面会讲你的喉锁、根锁和腹锁3把锁收住。画的有点丑啊，你们凑合看。最主要的是它能够让你的身体正位，就是讲究颅腔、腹腔、盆腔在一条线上，3腔对位。你可以这么理解，当你对位了之后，你的身体就直了。所以呢，在流瑜伽里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当你看撅屁股的时候，你的骨盆是歪掉的。当我一提盆底，收会阴、收肛门，你一往上提，你的小腹变硬，你的骨盆自然就回来了。然后你的核心往内收，下巴再收回来，你的身体是不是就直了？所以为什么不会去给大家说啊，卷骨盆、收肋骨，然后收下巴？其实就是这3个点：根锁、腹锁、喉锁。OK 吗？大家能理解吗？所以为什么到最后给大家讲战士1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来，导播老师最后一个动作啊，我站在这个瑜伽垫面前。我第一天课给大家讲战士一，战士一在理疗课或者在阿扬格里面，他会这么讲，他会说来双腿往中间夹，然后膝盖对准第二根脚趾，身体往前，然后手臂向上，就是非常多身体的正位的细节。但是在流瑜伽里面，他会说来收根锁向上，收盆底。有的人不会说收盆底，他就说收根锁。当你收根锁，你看这样你的根锁没收住，对吧？当你的会阴肛门一向上提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就正位了。它不需要你知道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只要说我收根锁、收腹锁、收喉锁，身体脊柱就正位了。所以收住3把锁的最后的益处啊，第一个就是增强你的运动表现。就是比如说，当你这个3把锁收住，你的盆底肌、核心跟喉锁都收住之后，你的核心一直是在参与的，会增加你的燃脂效果。第二个就是当你学会这个呼吸的时候，咱们的瑜伽动作是这样，就是我说来吸气，手抬高。当我最后一个吸完以后，你的手就抬上来了。对，我说吸，靠你的吸气把你的肌肉发力带上来，吸3秒，手就到这儿了，然后呼，平稳的呼下来就到这儿了，对吧？但是呢，这个就是你呼吸带着身体走，所以你学会了这种呼吸方式，你要比如说咱们日常活动中，你也可以用这种呼吸带着你的身体走，等于你的身体一直在收紧。什么时候才不收紧？就是人去世的时候，人没了的时候，他的腹锁、喉锁和那个根锁就都松了。所以就大小便失禁了，然后所有的生命能量就都没有了。对，流瑜伽跟其他还不一样，所以说人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活的就是我们这个3个锁这个气。如果从气里面就是喉锁、腹锁和根锁，从肌肉层面就是喉咙里面的肌肉、腹部里面的肌肉和盆底肌这个肌肉。所以这就是流瑜伽跟理疗给大家做了一个结合啊，然后明天我们会去练到核心的位置，所以我会说收根锁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收盆底肌，怎么收？收肛门，收会阴往上提；收腹锁的时候，就是你四面八方的肌肉往中间收缩向上提；同时收喉锁的时候就是收下巴，然后这3个力量。中间你的身体中段就收紧了，靠这个收紧的感觉去做倒立，去做后弯，你的腰才不痛。OK 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感觉，你通过几天的练习，你才能够找感觉啊。好，今天的讲解课啊，就是这些，结束了啊。好，感谢大家，拜拜。